你知道在柯南的主角团里谁家才是最有钱的吗？小时候看柯南以为大家都是普通家庭，长大后才发现这哪是推理番，这是富二代群像纪录片啊！主角团的家里不是顶级财阀就是官居一品，父母不是知名人士就是人脉遍布全球。以前一直以为毛利家穷，回过头来看他这哪是穷，是顶级凡尔赛啊！哪有穷人一次性把存折存满的？哪有穷人家的孩子和财阀家的孩子上同一所幼儿园的？哪有穷人家的孩子18般武艺样样精通的？真想和这些有钱人拼了！盘点柯南里的主角团父母，到底谁家更有钱？一提到毛利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穷，事务所又小又旧，毛利大叔天天喊没钱，怎么看都像是标准的中年失败男人。但你仔细一想，毛利大叔真的穷吗？他是前警视厅刑警，退下来后还能常年接高价委托，非英里是日本顶级律师，出庭一次的费用就够普通人吃好几年。更离谱的是，毛利家真正的凡尔赛全藏在小兰身上，空手道是全国级选手，会的技能更是多到离谱，有空就到处旅游，小时候还能和铃木原子在同一所幼儿园读书。你见过哪个真穷人的家庭能把孩子养成这样的？所以回过头再看毛利大叔那些我好穷啊的抱怨，根本不是穷，是站在中产天花板上向下哭穷。所以毛利家不是没钱，只是装得很像没钱而已。二，如果说毛利家是装穷的中产凡尔赛，那服部家就是低调到让人不敢多问。你几乎看不到服部平次家有多豪华，也很少听他说自己家里多有钱，但只要他一句话就能够硬控全场。他爸是大阪府警本部长，这是什么概念？整个大阪警界他说话就是最高指令，案件调动权限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儿，别人一辈子都够不着。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细节，服部平次在警方面前几乎是自由出入，封锁线能进，情报随便拿，关键时刻还能调动直升机，这就是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炫富不漏财，不把我爸是谁挂在嘴边，可一旦出事儿，整个体系都会为他让路。所以服部家也许不是账面上最有钱的，但一定是话语权最高的。在这个世界里，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有些问题只有权力能解决。三，提到工藤新一的父母，那就是人生巅峰的设定。工藤优作，世界级推理小说家，一部作品就能卖遍全球，不仅作品卖钱，智商和名气也碾压所有人。工藤有希子曾是国民级女演员，不仅美貌惊人，人脉更是遍布娱乐圈和政商界，每次亮相都是全场焦点。他们家住哪儿？全球都有豪宅、私人泳池，藏书成千上万，出行用私家飞机或者游艇都不稀奇。再看工藤新一，小时候就能接触到顶级教育资源，幼儿园、小学都是精英班，更是在夏威夷学到 N 种技能，根本不是普通人家能想象的。四，怪盗基德的父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有，而是传奇级别。他爸是天才魔术师，不仅能让钻石从保险箱里消失，还能瞬间重现。钱不能光看账面，他们家收藏的珠宝、艺术品奇珍异宝，随便一件就够普通家庭花几辈子。他们的财产不摆在明面上，而是隐藏在机关、密室和谜题里，想拿到先得解开重重谜团。基德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继承了财富，更继承了聪明头脑的基因。所以相比工藤家那种全球精英型，基德家是传奇隐形富豪，你永远看不到他们的财富全貌，但你一旦发现就会惊掉下巴。铃木原子，他爸是日本顶级财阀，掌握航运、地产、金融，资产分布全球，从私人飞机到豪华游轮，从国内别墅到海外度假村，这都是日常配置。母亲的背景同样亮眼，不只是富豪千金，还是各种社交圈顶级人物，人脉遍布政商娱乐界，随便一个电话就能掀起惊涛骇浪。原子本人更是18般才艺样样精通，礼仪、社交、学业全满分，可爱又能干，还完全没有千金小姐的架子。看完这5家的父母，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小时候以为柯南里大家都是普通家庭，长大后才明白这里的每一个家庭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铺设孩子的人生道路。无论是钱、权、名，他们的孩子最终得到的不是单纯的财富或特权，而是一种可以轻易面对世界的底气。所以再回头看柯南里那些让我们着迷的人，他们的魅力背后有父母铺就的不同维度的世界。所以你说这种从小就被世界照亮的人还会只是普通人吗？